娘，这是借你的2000两银子，这是给你的利息，这个是给你的分红。干嘛还要给我分红啊？以后但凡我挣了钱，我都给你分红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娘啊，我孝敬你是应该的。可我不是你亲娘。你是吴聘的亲娘，那就是我的亲娘。怎么啦，娘？这么重，你真是我来拿。起来。这些钱，你收着。这些东西呢，还值点钱，是当还是卖，你看着办。以后你想做什么生意就去做，我就把家给你看好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银子给亏了。我相信你，收起来，啊，放好，收起来。娘，你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你好好操办一场。哦，不用。虽然说今年你挣了点钱，但往后要花钱的地方更多，我能省几个算几个。不，这生日一定得办，而且要大办。哎，先收着，收着啊！来，把钱收好，把钱收好。少奶奶，二老爷来了。娘，二叔来了。大嫂啊，我们全家来给你祝寿了。二叔、二婶儿，哎，周莹，大嫂，今天啊是你的大寿，我这备了点薄礼，敬请笑纳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奶奶，二叔，哎大哥怎么没来？啊，马上要考举了，他是一刻也不敢耽误啊。大哥这次啊，一定能够高中。但愿吧。一妹妹，嫂子啊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身体可好了？都没事了。二婶儿，哟，这是玉胜吧？是啊，都长这么高了。是啊，比给吴聘抵笑盆那会儿长得高了一大截呢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长得跟吴聘也是越来越像了哈。大嫂，大嫂！哎呀，大嫂！吴家老四魏全率全家前来贺寿，祝大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你几个孩子过来，快给大奶奶拜寿。看看怎么样？哎，辛勤了一串。哎呀呀，好，漂亮。祝大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乖乖，起来，起来。真会说话。起来，起来。哎呦，这，你看看，哎，大奶奶赏的，拿去买糖吃。哎呀，快谢谢大奶奶。来，给。
这是玉成吧？是。奶奶给你，真懂事儿。 100两银子。嫂子，给玉成收着。谢谢他二婶。乖啊。嫂子，让我抱抱行吗？大嫂啊，你看，你给这么多，会把孩子们惯坏的。大嫂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这都是周莹给准备的，你们就收下呀。快快快，谢谢二婶，快谢谢二婶。谢谢二婶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今年挣了点钱，大伙儿一起高兴高兴。我要去看戏，去吧。我俩是去。去吧去吧。哎呀，周莹啊，哎呀，四叔，这真是喜庆啊啊！感觉吴家以前的热闹又回来了。四叔，你说对了，我不仅要把吴家从前的热闹找回来，还要把吴家从前的荣光也找回来。好，有志气。不过，光靠我一个人也难办。今天借着我娘的寿辰，把两位叔叔请到这儿，也是因为有件大事儿要跟两位叔叔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们坐下说吧。先坐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年做棉花生意，虽说是挣了点钱，但是和武汉的布老板比起来，那是小巫见大巫。人家低价收购我们关中的棉花，运到武汉加工成府布，再高价卖回陕西，再从泾阳转运到边关。这一来一去，我们只赚了30%，而人家却赚了70%。周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做土布生意的，我亲眼看见，这棉花运到武汉变成布，再回来，这价格就翻了几番。四叔，你是开手工织布坊的，你最清楚。其实咱们陕西的土布也不差，可为什么就卖不过府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产量小啊。是啊。没错。哎，这家盛典棉花织几匹，那家也有点棉花也织几匹，这既没规模也没名气，人家客商自然就不认。周莹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果然瞒不过二叔，哎，先喝一个。是这样的，确实是有个想法。你看啊，我手上有棉花，四叔，你有手工织布坊，二叔你有布庄。其实我们三家可以合股，成立一个吴氏布业。哎，我的棉花直接送到四叔的手工织布坊，织成布之后，再送到二叔的布庄去卖。我算过一个账，如果我们三家合为一体，自产自销，我们一年能产6万匹布，不仅收入比现在提高2倍不止，而且有了规模就有了名气。等我们再把陕西土布的名气做出来，还可以去挤占府布的市场，那利润就更可观了。两位叔叔，你们觉得我这提议怎么样？大哥在世的时候，最多也是几家拿出一点银子，开个典当行。你这却要我们3院把主要的家业拿出来合股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没底。老四啊，你说呢？周英啊，
我这人说话直，你也别介意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四叔，你有什么直说。这母鸡司晨，它不是吉兆啊。这东院没了人，你做了大当家的，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，你要把我们中院经营了几十年的作坊，也交给你，这恐怕使不得。